在战国烽烟四起的年代，他们经历了本家覆灭、母家失势的伤痛。尽管出身动荡，他们凭借自身高贵的血统，各自嫁入当时举足轻重的家族，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找到了各自的立足之地。最终，他们也在日本战国史与皇室血统的交汇处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位置。大家好，今天的风流志浮生思，我们来讲讲树倒猢狲散却依然能好风凭借力的日本战国前景三姊妹。三姊妹的父亲是晋江的大名前景长政，16岁就被冠以北晋江之鹰的名号，并以仁义著称。他20几岁的时候，织田信长为借道南京江上洛而主动提出与他结盟，他是信长当时最信赖的人之一。他们的母亲就是一生波澜万状的日本战国第一美女，信长的庶出妹妹阿市。婚后两人十分恩爱，长女茶茶与次女阿初相继在婚后2年内诞生。然而好景不长，局势很快便急转直下。织田信长为了讨伐越前的朝仓义景，率军穿越晋江，期望前景家出兵助战。长政虽与信长结盟，却在救恩与新盟之间承受巨大压力，最终还是选择倒向朝仓，并引发了惊心动魄的惊奇大撤退。自此两家彻底决裂。1573年，持续了3年的战火逼近小谷城，信长的攻势节节推进，外围领地相继失守，整个前景家眼看大势已去。就在这样的局势之中，阿市在城中诞下3女阿江。这个出生的时刻，仿佛成为夫妻俩的情感未曾被战火撕裂的最后印证。同年，织田军最终包围小谷城，展开全面攻势。据说信长在此之前曾多次派人劝降，但始终被长政拒绝。城中上下皆明白，城破之日便是灭门之时。但即便如此，信长始终牵挂阿市母女4人，并授意攻城主将丰臣秀吉在小谷城即将陷落前夕，将他们悄然接回织田本镇。阿市在丈夫长政的劝说下，带着3个年幼的女儿，最终逃过一劫。长政送走妻女后，在城破前夕自尽，首级最终被信长做成战后庆功用的镀金酒器。而长政年仅9岁的长子万福丸被信长下令处以折刑，被绑在木质十字架上，以长枪刺杀示众。这场对幼童的残酷处决，是信长向天下昭示背叛者下场的铁血警告。那一年，长女茶茶4岁，次女阿初3岁，幼女阿江尚在襁褓。他们年纪尚小，或许对这场惨剧记忆模糊。所幸母亲阿市仍在他们身边。几经辗转，他们最终被安置在信长的岐阜城。接下来的9年是他们命运中难得的平静时光，前景三姊妹也就在这段岁月中悄然长成。公元1582年，织田信长在征战途中夜宿京都本能寺，不料遭部下明智光秀突袭叛变，最终与长子信忠双双殒命。原本仅仅一步之遥便可完成统一日本的宏图大业，至此戛然而止。这场突变不仅令织田家从此式微，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更深远地改变了日本的政治格局，甚至重塑了整个日本近代史的走向。在这样的情势下，失去庇佑的前景三姊妹也只能身不由己地接受命运的再一次安排。在织田家权力与领地再分配的青州会议上，时年35岁依旧风姿绰约的阿市被许配给了织田家5大佬之首年届60岁的柴田胜家为续弦。母女4人再度踏上了新的人生旅途，来到了胜家的
北之庄城。只是这一次，这座新城将见证的不再是他们的岁月静好，而是三姊妹与母亲的生离死别。阿氏再嫁柴田胜家仅仅1年，胜家便在建越之战中败于丰臣秀吉。他们所居的北之庄城再次被同一人秀吉所围攻。阿氏原本可以如同当年小谷城陷落时那样，带着3个女儿再次离开围城，因为秀吉无疑是愿意接收她们母女并保障安全的。丈夫胜家也如同当年的长政，劝她带着孩子出城保命。但这一次，阿氏选择将3姊妹托付给即将攻入的丰臣军，自己则与柴田胜家共赴死路，理由是不想再一次失去丈夫。至于她这个选择背后更深层的情感剖析，我会在日后专门讲述她的人生篇章时再细细道来。此刻就让我们看一下，在成为孤儿的岁月里，这3位生活在信长建造的那座以黄金装饰的安土城的少女，究竟走进了怎样的人生。长女茶茶出生于1569年，与体态娇小的2位妹妹不同，她身形高挑，更像自己的父母。年满15岁时，秀吉欲纳她为侧室，茶茶则精明而又委婉地提出了为2位妹妹妥善安排婚嫁的条件。对秀吉而言，这不仅毫无阻碍，反而有助于巩固与更多名门的联系。他认真应允了此事。茶茶在1586年的17岁时成为了秀吉的侧室，此时的秀吉已是权倾天下的关白太政大臣。父母双亡后，姐姐茶茶一人承担起了守护前景姊妹的重任，在权谋交错的时局中，已隐隐流露出长女的担当。起初，茶茶并非后宫中最得宠的女子，秀吉的侧室之中不乏出身高贵与姿容艳丽者。秀吉出身卑微，本身没有深厚的家族人脉，需要借助名门女子的身份来拉拢各方势力，并收编安抚家族的旧部，其中便包括了不少归附于丰臣的前景旧臣。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茶茶本身的吸引力。但真正令秀吉始料未及的是，她竟然怀上了他的孩子。秀吉虽然容貌丑陋，却一向风流成性。自四方征战以来，身边女子从不匮乏，甚至常常因此惹恼正室宁宁。但多年纵情声色，膝下始终只有一子，子嗣稀薄成了他晚年最大的遗憾。茶茶成为侧室时，秀吉已经52岁，独子松鹤丸也已夭折。就在众人几乎认定他无望再传后嗣之时，年轻的茶茶挺起了腹部，从众多侧室中脱颖而出，这让秀吉欣喜若狂。1592年，茶茶生下长子鹤松，秀吉对这个迟来的儿子疼爱有加，寄托了几乎全部的关爱与期待。鹤松2岁时，秀吉专门为茶茶建造了京都福建附近的殿城，从此茶茶母凭子贵，被尊称为殿殿。不幸的是，鹤松在3岁时染病夭折。不过茶茶随后又在秀吉57岁高龄时，为他诞下了丰臣秀赖。德川政权后来曾流传着秀赖是茶茶与他的乳母的儿子大野志长所生，意图削弱其正统性。但这种传言，不管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还是事出有因，他也确确实实坐上了无人能撼动的母仪之位。有些当时的文献甚至直接将他称作秀吉的正室，可见他的实际待遇和地位已经与真正的北政所宁宁并驾齐驱。秀吉年事已高，为了替年幼的秀赖扫清身后的继承之路，在秀赖年仅2岁时，他先是剥夺了养子丰臣秀次的关白之职，继而迫使其切腹，并诛杀其子女妻妾等30余人，几乎满门覆灭。随后又命令诸大臣以血书的形式
立誓效忠秀赖，确保其继承的名分不容挑战。最后他又设立了五大佬五奉行的辅政体制，辅佐秀赖，不可谓不殚精竭虑。秀吉死后，遵从他的意愿，家康还安排了自己的长孙女千姬与丰臣秀赖的婚事。千姬的母亲正是嫁入德川家的前景三姊妹中最小的妹妹，换句话说，这对年轻的夫妻也是表亲。这桩婚事又是一向善于筹谋的秀吉为幼子铺路的深思熟虑，但孤儿寡母的茶茶母子终究无法阻止局势一步步倒向家康，丰臣政权最终没能争取到和平过渡的未来。秀吉刚刚死的前2年，茶茶以母亲的身份巧妙地维护儿子和丰臣家族的地位，斡旋于日益壮大的德川势力。此时双方关系还算和缓。然而秀吉死后的第3年的关原之战后，政治中心随着德川家康前往福建，他与年幼的秀赖被留在了大阪城，其实已经被排斥在了最高权力核心之外。政治上的孤立与权势的流失令茶茶患上了气郁，症状是吃不下东西、头痛、眩晕。秀吉死后第5年，德川家康建立了江户幕府，丰臣政权终结的大局已定。茶茶再度因气郁和胸痛进食障碍而求医，家康屡次意图逼迫秀赖降低身份，前往东京参见，以此确立名义上的臣从关系，但都被茶茶拼死阻止。其实如果他能冷静评估当时的局势，回头看看秀吉是如何一步步从平民成为天下人的，能理解下克上在日本历史里并不罕见，也是势不可挡的，也许能放下高傲的成见，尽早向德川家康妥协，这样就能为自己和儿子换来一生安稳，还保住丰臣的根基。但对茶茶来说，若是失去尊严，他宁可轰轰烈烈的赴死，也不愿安安静静的苟活。德川方曾在大阪之阵中提出过劝降条件，包括保全秀赖与茶茶的性命，前往高野山等地，但需完全交出城池与兵权。茶茶果断拒绝，认为此举是彻底否定丰臣家的正统与荣誉。秀吉死后的第17年，大阪夏之阵，46岁的茶茶穿上盔甲登上城楼，殊死一决。随着德川军冲破城门，他在儿子秀赖自尽后，捡起秀赖用的刀，由家臣借错，同样切腹殉身。火光中，丰臣家就此灭亡，也如同织田家一般，从历史舞台上彻底退场。后世对茶茶的评价多来自德川建立的江户幕府的史料，在那些记录里，他被贴上了骄横、专权的标签，被称为乱国之女、王家之主。他强势阻止丰臣家顺应局势融入德川幕府的统治体系，从而导致家族的灭亡，被认为是刚愎自用的象征。她还成为日本史上的3大恶女之一，与镰仓时代的北条政子、室町幕府的日野父子并列。诚然，丰臣政权的最终崩溃是在他手中发生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他在极端动荡和孤身无援的时期中，以女子的身份掌管后宫，极力护卫家族存续，并坚定反抗威胁者的艰辛，和他与父亲一样的宁死不降的风骨。那些极具色彩的负面标签往往来源于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为的不过是替一场成功的下课上寻找理由罢了。阿初于1570年出生于小谷城，比姐姐茶茶小1岁，比三妹阿江大3岁。1587年，17岁的她奉丰臣秀吉之命嫁给了荆棘高次。看年表，她是在茶茶成婚的后1年才出嫁的，是3姊妹中最晚成婚的一位。如果秀吉和茶茶的约定属实，个人猜测是在阿初的婚事已经安排妥当，
但尚未正式成婚之时，秀吉提前说服了茶茶，并迎娶她为侧室的。但这个猜测并没有历史依据。高次出身名门，金吉家原为晋江旧主，也是前景家的宗主，被前景家下课上后开始衰弱，但仍有累世名门的威望可循。而阿初的父亲长政正是高次的母亲金吉玛利亚的亲弟弟。高次作为金吉家的嫡长子，7岁开始就在信长家做人质，应该在其父成时就和从小谷城逃过来的前景姊妹相识，算是青梅竹马。信长死后，阿氏母女嫁到北之庄城，高次还曾投奔过去请求庇佑。据说阿初自小对仪表堂堂、温厚稳重的高次十分仰慕，而高次的妹妹金吉隆子是有名的绝代佳人，也是当时秀吉最宠爱的侧室，还是她们3姊妹被秀吉接手后，在安土城负责他们生活起居的监护人。这场婚事很可能是在秀吉爱妻隆子的属意与茶茶的约定以及阿初本人意愿的共同作用下促成的。当然，这又是我发现了那么多的交集下的一个个人猜测。阿初的婚姻平稳美满，但他和高次之间没有亲生子嗣，便积极收养亲族的孩子，其中就有高次的庶子金吉忠高和他的3妹阿江所生的一个女儿。1609年，金吉高次病逝，39岁的阿初依当时的惯例出家。丰臣家覆灭的前一年，大阪东之阵爆发，他曾毅然进入大阪镇，作为丰臣一方茶茶的妹妹，德川一方阿江的姐姐，他被视为关键的外戚和谈使，在两方之间奔走调停，最终与德川家的宠妾阿茶菊等人共同促成了东之阵的和谈。这是阿初一生中极为了不起的一次作为，也体现出他对前景姊妹们的关切。丰臣家覆灭后，金吉家的领地并未如常被幕府收回，也与阿初常年维系两家姊妹关系，保持情感往来密不可分。他与阿江之间的信件一部分至今仍存，成为后人珍视的史料。但他也并非始终恬淡无争之人。有一次，高次身边的侍女怀上了后来的金吉忠高，高次担心会惹恼阿初，就假意把家臣基野信隆的土地和财产收回，让他脱离家臣身份成了浪人，好借机把侍女母子带走藏匿起来。为了让基野安心，高次还特地写下保证书，承诺永远不会抛弃他们，同时还写信向母亲玛利亚寻求建议。基野家的后人一直保存了这些信件，后来也证实确实是高次亲笔。最后还是在玛利亚和金吉隆子的调节下，过了3年，阿初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侍女母子才得以回到金吉家。从这个传闻里，我们读到了阿初和茶茶一样与生俱来的傲气，和他在金吉家里连高次都不得不顾及的地位。此外，基野家的记录里还提到了阿初知道这件事后，因嫉妒一度想要加害侍女母子，但从阿初后来将忠高当作嫡子的态度，以及茶茶对高次父子的礼遇来看，这一点还有待史学家的查证。继茶茶在15岁时便肩负起守护前景姊妹的责任之后，作为二姐的阿初则积极承担起了3姊妹各家之间的调和者角色。与姐姐妹妹们皆嫁入战国顶级门第相比，阿初所在的金吉家原本在战争中只是服从或旁观的角色。然而阿初沉稳又热心地穿梭于德川与丰臣的对立之间，既不使金吉家失去独立立场，又调和了一触即发的战争惨剧。最后在战国中局与江户初年的权力新局中，凭借自己的影响力，让金吉家获得了远超实际能力的地位。1626年，阿初病逝，享年64岁，是3姊妹中最长寿的一位。他一手抚养长大的庶子金吉忠高，此时已是第2代金吉藩主。忠高一向对阿初十分尊敬，亲自为他主持法会，除了长高院法号之外，还加赠大恩之赐，以感念多年的抚育之情。虽无血缘，却有深情。
这份继子之孝也印证了他的一生所作并非无声无忌。三女阿姜也是三姊妹中最重要的一位。她出生于1573年，那一年小谷城破，她一出生就失去了父亲。画像中的阿姜眉眼清秀，气质细腻，可称得上一句大美女。阿姜虽是最小的一个，但却是第一个出嫁的，差不多应该是茶茶对秀吉提出妹妹们婚事的时期。很难确定秀吉为什么会跳过阿初如此安排，个人猜测，可能那时阿初和荆棘龙子之间已有默契，属意于将阿初许配给荆棘高次。历史上众说纷纭，但都没有确切依据。如果您有不同的想法，不妨在评论区一起讨论。这段婚姻极为短暂，与二姐阿初相同，阿姜第一次出嫁的对象也是她的姑表兄弟佐之一成。一成的母亲是织田信长的姊妹，她本人则是尾张知多半岛一带有力的领主，掌握着重要的沿海据点和海运资源。从秀吉将茶茶的两位妹妹都嫁给了他们的表兄弟这一安排来看，他的确周到地考虑了让他们婚后在夫家能有较稳固的立足之地。然而小牧长久手之战爆发后，德川家康与丰臣秀吉成为了敌对双方，佐之一成选择倒向家康，触怒了秀吉。作为对这场背叛的惩罚，秀吉先以茶茶病了为由，将阿姜骗了回来，然后正式下令让他们离婚。之后阿姜迅速地被再度安排婚配给了秀吉的养子丹波龟山城主羽柴秀胜。秀胜原本就是秀吉的外甥，是个很有力的武将，在军中很有声望，从画像上看也是个当时来说少有的美男子。然而秀胜在随军朝鲜途中病逝，年仅23岁，阿姜再次失去婚姻。此时的他也才20岁出头，却已历经2段婚姻，并为秀胜育有一女。这样的命运对多数女子而言，也许此生已注定走入沉寂。但没想到丰臣秀吉在3年后又将她改嫁给了德川家康之子德川秀忠。这场联姻为阿姜带来了人生真正的转折点。说到阿姜的条件呢，那是已婚已育，而且自己的丈夫当时才17岁，阿姜时年23岁，比丈夫足足大6岁。为什么最终还能嫁入德川家成为正室？那就要谈谈当时整个天下的局势。早些年，德川家康与织田信长的次子织田信雄结盟，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与丰臣秀吉正面开战。虽然这场战事最后以和谈收场，但实际上家康只是暂时制服了下来，静观其变。根据和谈条件之一，秀吉将信雄的女儿小姬收为养女，6岁时便将她嫁给了家康的继承人德川秀忠。但小姬不久便早逝，秀吉不得不重新寻找一位能连接丰臣和德川家的合适女子。就在这时，阿姜重新成为了候选人。阿姜虽然几经流转，但她的身世尊贵，在初婚的时候已经成为了秀吉的养女，加上她的姐姐茶茶如今已是殿点，丰臣家继承人秀赖的生母。此时秀赖2岁，正是秀吉为幼子铺路的关键时期。将孩子的姨母嫁给最大的潜在威胁者德川家的继承人，是一桩再牢靠不过的联姻。同时，秀吉已于前几年将家康从老根据地三河与远江调往当时还人烟稀少、不太发达的关东，也就是现在的东京一带。表面上是涨工资，加封到了250万石，实则是发配制衡，让家康远离中央政务。因此，这对德川家来说也是一种保障和巩固自身地位的婚姻。尽管已经是3婚了，但阿姜这次却反而找到了幸福。丈夫秀忠10岁丧母，对年长他6岁的阿姜可能有一种亲近甚至是依赖感。阿姜却以嫉妒心强、盛气凌人而著称。这样的性格是不是让人感觉似曾相识？
据说德川秀忠非常惧内，以至于成为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侧室的将军。这在武家社会中几乎闻所未闻。阿江也由此成为了延续了15代的幕府中唯一一位诞下嫡子将军的正室。但比阿江更让秀忠惧怕的还是家康。即使秀忠成为将军后，和阿江决定好的事情，在秀忠与退位隐居的家康商量之后，他的意见也常常会随着父亲的意愿彻底改变。当阿江抱怨的时候，据说秀忠回答道：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我从不反抗父亲，这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我很抱歉，但这是我今后也无法改变的事情。除此以外，阿江在将军幕府显然有着无可撼动的地位。阿江除了在二姐阿初的夫家兴盛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外，还在大阪执政后重建了姐姐用来祭奠父母的养元院，并亲自为战死的茶茶和外甥丰臣秀赖举行追悼法会。他对前景姊妹情谊的回报与2位姐姐们相比，同样深厚而无愧。阿江一生育有8名子女，包含第2段婚姻的1位女儿和第3段婚姻的5女2男，其中有4位值得一提。第1位是他与秀忠所生的长男，也是蓝色圈圈那位德川家光。他继承父业，成为德川幕府的第3代将军。德川幕府延续了整整265年，是日本历史上最长寿的武家政权。从家光一路传到第15代，直到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在明治维新时期将政权交还给了明治天皇，宣告结束。第2位是他与秀忠的5女，紫色圈圈的德川和子，她被纳入中宫，成为后水尾天皇的皇后。这里要说一下，这个操作和当时曹操杀了伏皇后，把女儿嫁给献帝差不多的背景和意图，只是德川家没有赶杀天皇身边的人，因此和子被寄予厚望，能诞下下一任天皇。但是他所出的5女2男中，仅3名女儿存活，其中1位在7岁登基时成为了109代明正女天皇，阿江就成了天皇的外祖母。不过明正天皇20岁便让位于庶出的哥哥，且终身无子，因此和子的直系血脉在皇统中就止步于此了。第3位则是红色圈圈的丰臣丸子，她是阿江前一段婚姻于丰臣秀胜所生的女儿。当阿江改嫁德川之时，常常将这名外甥女收为养女，并在后来按丰臣家的规格将她风风光光嫁入9条家，成为未来关白的正室。丸子也成为了北镇所。这里再次显现出了茶茶大姐的风范和政治上的精明。据说丸子出嫁当日，远在京都的夫家皆惊叹于茶茶所准备的奢华嫁妆。丸子的后代中诞生了2位皇后，其中1位9条节子的亲生儿子正是日后的昭和天皇。第4位是绿色圈圈的3女德川胜姬，她的女儿鹤姬嫁给了丸子的儿子9条道房，因此德川家的血脉与丰臣家正式汇合，2家的后代又融入皇室，延续至今，成为现今日本皇室血脉的一部分。如今的日本天皇体内同样流淌着织田、丰臣、德川与前景4大家族的血脉。说到这里，茶谱掉头发，作图费眼睛啊！要是您看到这里还没觉得天昏地暗，就请帮我点个赞吧，感谢。阿江谥号重元院，享年53岁，死后追赠从一位，与历代德川将军的正室一同葬于增上寺。他的法号长达20字，是当时非皇族女性中极少数能获得的最高等级封号，象征着他身为德川皇太后的贵重身份。在动荡的战国乱世里，阿江的命运几经波折，从前景家的流亡公主，到北之庄的败将之女，再到德川幕府的御台所，亲历政权更替，家门兴衰，其经历的跌宕起伏并不亚于他的母亲阿氏，但他最终能以德川皇太后的身份荣华而又安然地走完一生，实属战国时代女子中的有福之人。姐姐茶茶爱恨分明，最具争议，
她从侧室之位崛起为母仪天下的尊贵地位，到孤儿寡母强力支撑丰臣政权，一生轰轰烈烈。二女阿初既是自己夫家的守护者，又是姊妹家族情谊的守望人，一生踏过乱世的惊涛骇浪，却还能安然终老，静观战国尾声的风云。而幼女阿姜命运颠簸，却因祸得福，三婚三嫁8个子女，最终成为德川幕府的御台所与皇太后。由她一生，织田、前景、丰臣、德川4大家族的血脉得以融汇入皇室，其后嗣绵延至今。前景三姊妹并不是战国中唯一经历家破人亡的女子，如果不是出身织田，嫁入丰臣或德川，她们或许也会像其他更多没有名字的女子一样，被时代悄声无息地吞没。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幸存者的身影，真正的风浪其实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无情，还要残酷。感谢您观看本期的风流志浮生思，树倒猢狲散却依然能好风凭借力的日本战国前景三姊妹，也拜托您点赞关注我，或在评论区留言，让我们下一次在风流中再次相见。